我家遥控器长的腿，只要稍不注意，它们就会逃走，而且它还会隐身。因为始终找不到它，我决定制作一款万能遥控器，这是能复制信号的电路板，还需要一个信号接收器。用电路板与接收器连接，然后复制每个遥控器的信号。万能遥控器终于完成。我忘了哪个键是开机。那什么？刚刚那个不算。空调开机，电视开机，零件正式关机。定住自己，启动火箭，再次启动火箭。时光倒流。我有个朋友很爱养蜘蛛，他家我去过，真的一屋子蜘蛛，最小的跟蚂蚁差不多大，最大的比那个12路公交车稍微小一点。昨天晚上他突然跑来找我喝酒，他说最近大环境不好，做生意赔了，房子被银行收去抵债。我就问他蜘蛛呢，他就把袖子撸起来给我看，他那个右臂上有一个被蜘蛛咬的伤口，2米多长。然后他就开始狂喝酒，在那哭，说他很痛苦很压抑。我这个人又不是很会安慰人，你们知道，就一个劲儿在那喝酒。我那个朋友突然就把酒捉掀了。根据当时空管局的记录，一位直飞北京到兰州 A3 机客机的机长上报了一个形似烤馒头片的不明飞行物。我就跟他说让他冷静，但是他当时的体型已经比我俩喝酒之前大了1倍，他就冲着我喊，说我根本不知道关心朋友，只知道喝酒。我就看见旁边喝酒的人开始拿手机在那拍，还有开直播的那个烧烤店老板很着急的就跑了过来，是不是对口味有什么不满意啊？那桌子都没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划拉啥。我就跟他说都挺好，就是我朋友好像有点酒精过敏。那个老板像有什么大病啊，他就跟我朋友说让我朋友大众点评给他写个好评。当时我朋友手根本点不了屏幕啊，脸也解不开Face ID。那个老板还在那说弄完再给我们送一杯绿豆汤。我朋友一巴掌就给他打隐身了。旁边那些搞直播的终于开始慌了，我也很慌，很想跑，但我又不是那种素质低下的人，我就去店里边把单买。那个店员还问我要不要打包，我说你们老板已经去包了。等我买完单出去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已经开始织网，他就挂在那个广场旁电线杆上吐丝。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很远的地方看，我就看见一群阿姨穿着舞鞋，拿着那个大花扇就往广场那边走，我就赶紧把他们拦下来，说那边危险。带头的那个阿姨根本不听，说那边是她黑色大丽花的厂，说什么都要过去。我没拦住啊，我就看见那个丽花阿姨走了过去，伸出手摸了一下我朋友吐的那个丝，表情很惊异，然后又把那个丝传给了旁边的阿姨，旁边的阿姨又传给了旁边的阿姨。我就看见丽花阿姨冲着我那个朋友喊，当时我朋友在上边吊挺高，哎，上面的，你那个毛线怎么卖的呀？我朋友回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我就看见他滋溜就下来了。后来我跟我朋友合伙开了个纺织厂，现在他的生活除了吐丝就是斗舞，每天都很快乐。昨天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是个女的，上来就说她是我未来的女朋友，这一听就是假的嘛，未来的女朋友，仔细想想好像又有点真。我就问她长啥样，好看吗？父亲在哪家银行高就，她啥都不告诉，说要保留一些神秘感。也是，现在的小孩都这样嘛，喜欢把爱和惊喜混为一谈。我说那你总得告诉我你的名字吧。她说她叫淑芬。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名字，太现实主义，我喜欢那种虚无缥缈一点的名字，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但是名字也不能代表什么。我就问他为什么要逾越千年不远万里给我打这一通违背自然法则的电话。他说他家里最近出了点事儿，他爸的油田里有台钻油机发生了爆炸，炸伤了2个工人。他爸前天晚上过去查看，结果到现在都还没回来。他有点担心，就想去找他爸，但是又没钱坐车，就让我背他50。听到这儿我就开始感觉不对劲，因为他完全没有提他妈，你们知道，因为我从小就是有这方面创伤的孩子嘛。3岁的时候我爸丢下我跟我妈跑了，所以我就会对这方面特别敏感。我就问他是不是单亲家庭，他说你怎么知道？当时他的声音都已经哽咽了，你们知道，不像是假的。我就给他微了50，想了想又担心他没钱吃饭，又多给了25。当时转完钱他手机好像就没电了，就把电话挂。过了一会儿我就接到了反诈中心打来的电话，说我被骗了。我当时就很纳闷，我说第一，我未来的女朋友不会骗我这么点钱，第二，就算她是骗子，我现在已经被骗完了，
你们打电话来是什么意思？嘲笑我吗？我就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打过来了，说为了避免我进一步的损失，要把我账上的钱都转走，让我给他们一个验证码。他那个语气就很奇怪，就好像在命令我一样。我说206237，他们就输进去了，错的，那他们肯定是错的呀。你们咋想的呀？我长得很像阿甘吗？他们就气急败坏，说让我等着，说马上派人来抓我，可给我吓坏了。然后我就听见了咚咚咚的敲门声。警察，玩真的了，朋友们！当时我就躲在那个门旁边，很害怕，我就对着外面喊，说我这会儿不在家，他们就走了。我当时惊魂未定，正准备把我这条湿了的裤子换，电话又响，是他。他问刚刚是不是有人找我，说是。他说他们是骗子，冒充公职人员想骗我钱。我说我知道，他们还说你是骗子，真他妈搞笑。他说你没告诉他们真正的验证码吧？我说我手机好像没费了，收不到短信。然后我就收到了一条充值100块话费的短信，他就问现在，我一看收到了。验证码是702367。哎呀，过了一会儿，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但不是银行发来，因为负担不起每月3块钱的短信通知费，银行已经很久不给我发短信。那条短信是他发来，洋洋洒洒几千字，除了穷逼2个字正常以外，其他全是脏话。前天我遇到一个 coser， 就在通惠河旁边，他提着把红缨枪，穿着那种古代的战甲。我一看，哪吒，他说他是赵云。当时他指着那河里的一条大船，说孙尚香把阿斗劫走了，他受大王之命要将阿斗追回。他说他不会游泳，不知道该怎么上船，演得很真啊。我说在下有一计，你只要假装自己会游泳，然后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只要不去想它，就能游过去。他就问我说，我要怎么在游泳的时候不去想游泳呢？我说就和呼吸一样，你在呼吸的时候也不会去想呼吸。他就说让我跟他一起去，说事成之后把我引荐给大王刘备，我就答应了。我俩就换了一身泳衣，2个猛子扎进水里，前2秒还好好的稳中向，第3秒就不行了。那个赵云看着看着就沉下去了，头顶的水面上还在冒泡。我当时本来还在游，一看见他沉下去了，给我也整不会了。当时我以为我要没了，还好当时孙尚香船上的哨兵用望远镜看见我，以为我们是隔壁小学来河边嬉戏的儿童，开了个快艇就把我俩捞上去了。赵云当时水喝多了，一醒来就在那发狂啊，在那大喊我的枪呢，我的枪呢。孙尚香当时在外面听见了，进来一看，赵云字子龙，然后他咔咔就召集了船上的兵马，给我俩围住了。赵云当时不敢动了，就给我使眼色，让我先上。我说我属于智将，这种情况应该你先上。赵云说胜算不高，不能莽撞。他还知道胜算不高，然后他说让我给他们弄个空船计，把他们吓走。你妈那是人家的船呀！他想了想，好像是，又说让我先来一个喧宾夺主，把他们的船变成咱们的船。然后再来空船计。我发现这哥们儿打架不敢打，骚话一套一套的。我当时受不了了，急中生智，我就掏出了我兜里的星球杯，往地上一扔。孙尚香身后的阿斗就跟着了魔一样，滋溜就跑过来了。赵云一把抓住了阿斗命运的后颈肉，将他提溜了起来。当时那些士兵疯了一样就要往前冲，要跟我们玩命。赵云大喝一声：“呆！刘阿斗现在在我手上！”孙尚香大喊一声 ：“Hold your fire！” 当时的气氛只能用剑拔弩张来形容。理论上，作为智将的我应该开口谈条件，但是阿斗抢在我前面开口说话。他说：“妈妈，为什么他要叫我刘阿斗？”孙尚香的脸当时一下子就绿了，很紧张。我当时就很纳闷啊，那应该叫你什么？他说：“诸葛阿斗。”赵云一听，当场就急火攻心了。他说：“我尊你为嫂嫂，你竟然……今天我就要为大王除了这个孽障。”说完，啪一下就把阿斗摔在了地上。他这一摔，就给我俩彻底整被动了。看三国的朋友都知道，阿斗是出了名的扛摔。那小子在地上打了个滚，跑了。那小子跑了，我俩又无意间知道了这种连司马迁都不敢乱写的皇家八卦。我当时已经放弃挣扎，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竖琴，就地弹奏起了莫扎特的 D 小调安魂曲，作为给自己的最后送别。当时孙尚香的守卫头子一看，不好，有诈！这小子兜里肯定有埋伏，我来掩护，你们先撤。话还没说完，他就一个猛子扎进了河，然后是2个猛子、3个猛子、4个猛子，全船的人都溜了。后来赵云连船带人一起开回了重庆。当时刘备卧于病榻，赵云向他上报了诸葛阿斗之事。刘备急火攻心，生命垂危。为保刘氏江山，他使出了历史上没有记载的真正的攻城计。如遇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史称白帝城托孤。